你信吗？牙龈萎缩居然能长回来。一位知名牙医透露，只要停止一件事儿，再做一个简单动作，就能让牙肉重生，连牙周病都吓跑。这可不是什么偏方，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方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秘密，帮你保住真牙，告别恼人的口腔问题。先搞清楚什么是牙龈萎缩，简单说就是包着牙齿的牙肉往牙根方向退，牙根露出来，牙齿看起来变长了，其实牙齿没变，是肉缩了。牙龈就像花园里的土壤，紧紧抱着牙根这棵树，土流失了，树根露在外面，不但难看，树也不稳。对我们来说，牙龈就是保护牙根的粉红色护城河，护城河退了，牙根就遭殃了。很多老人家笑起来牙齿又长又细，缝还很大，这就是典型症状。调查显示，台湾近80%民众都有不同程度的牙龈萎缩，65岁以上长者比例高达90%，但年龄不是唯一原因。现在不少年轻人也中招，往往跟坏习惯或牙周病有关。如果不重视，牙根暴露会酸软敏感，吃冰喝热都痛，牙龈退还会形成黑三角，两牙之间露出三角形空隙，笑容大打折扣。更严重时，牙齿失去支撑，开始松动，甚至掉牙。所以牙龈萎缩不仅显老，更是口腔健康的大敌。为什么牙龈会萎缩？两大元凶，一是机械刺激或不当习惯，二是牙周疾病。先说错误刷牙，很多人觉得要用力刷才干净，拿着硬毛牙刷横冲直撞，长期下来，刷毛像砂纸一样磨损牙龈边缘，让牙肉一点点退，这是最常见的原因。还有饭后拿牙签猛剔，或用牙线棒随便一挑，方式不对就会戳伤牙龈，加重萎缩。再来是牙周病，这是另一个大魔王。口腔不洁、牙菌斑和牙结石堆积，细菌长期侵蚀牙龈，造成慢性发炎，也就是牙周炎。发炎会破坏支撑牙齿的牙槽骨，骨头易流失，牙龈跟着退。更麻烦的是，萎缩后的牙根和牙肉间形成缝隙，更容易藏污纳垢，细菌躲在里头作怪，发炎更严重，萎缩更快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许多牙周病患者就是这样逐渐丧失牙肉和骨头，最后牙齿松动脱落。其他因素还包括假牙或牙套不合适，长期摩擦压迫，抽烟让牙龈血管收缩，夜间磨牙或咬合不正等。成因复杂，但归结起来就是外伤刺激加细菌发炎。牙龈萎缩有哪些信号？第一，牙齿看起来变长，照镜子时发现牙颈部露出黄褐色的牙根。第二，牙齿敏感酸痛，牙根表面没有珐琅质保护，碰到冷水、热茶、甜食、酸食就酸软刺痛。很多中老年人咬冰西瓜、喝热汤就受不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第三，牙龈经常出血，健康牙龈不太会莫名流血。如果每天刷牙漱口都容易出血，尤其是在刷靠近牙肉的地方，或使用牙线后，可能意味着牙龈发炎甚至萎缩。退缩的牙龈与牙齿间形成缝隙，藏住食物残渣，清洁不到位，反复发炎流血。第四，牙缝变大，出现黑三角，两牙之间的牙龈乳头组织萎缩消失，留下三角形空洞，非常影响美观。最后也是最严重的，牙齿开始松动甚至移位。牙龈萎缩通常伴随牙槽骨流失，骨头少了，牙就像地基松动的房子，慢慢摇晃，如果任由发展，最终可能掉牙。成年后掉牙可不是小事儿，永久失去一颗真牙。没有什么假牙比得上原生的牙齿，千万别让牙龈萎缩演变到那一步。很多人以为牙龈萎缩是宿命，父母有自己就躲不掉。其实遗传确实影响牙龈厚薄，但后天护理更关键。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，定期洗牙，保牙龈也能健康陪伴一生。还有人看到刷牙流血就不敢刷，结果更积满牙菌斑，发炎更严重。正确做法恰恰相反，牙龈出血是发炎信号，提醒你要更仔细清洁，用正确温和的方式把牙龈边缘清干净，几天后出血就会减轻。也有人说用牙线会把牙缝撑大，其实牙线用得对，反而能去除牙缝间的牙垢，防止牙周发炎。让牙缝变大的元凶是不用牙线，导致邻面蛀牙和牙周破坏。那网传的偏方有效吗？比如油把法，每天用椰子油含漱20分钟，号称能排毒、减少牙菌斑、治疗牙周炎。
专业牙医指出，油拔确实能稍微降低口腔细菌，减轻牙龈发炎和口臭，但效果远不如刷牙和牙线。牙菌斑附着非常顽固，光靠油来回漱口是清不掉的。油拔只能当辅助保养，别指望它救回萎缩的牙龈。再比如喝绿茶，研究发现绿茶中的儿茶素有抗氧化、抗发炎作用，经常饮用无糖绿茶对牙周健康有正面帮助，但同样无法逆转已经出现的萎缩，取代不了日常清洁。还有盐水漱口，能减轻牙龈肿胀、杀菌消炎。在牙周治疗后，医生也常建议用淡盐水促进伤口愈合，但只能辅助，不能代替刷牙。浓盐水长期使用反而刺激口腔黏膜。更有人拿盐巴刷牙龈，这非常刺激牙肉，非但不能让牙肉变强，反而刷得更薄更伤，千万不要尝试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哪种偏方都绕不开一个事实：牙龈萎缩的核心问题是牙菌斑引起的发炎，以及牙龈组织的血液循环不良。偏方如果无法有效清除菌斑或改善养分供给，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我们还是得回归科学原理。那么名医的那一招秘诀到底是什么？既然关键在于去除刺激因素，促进牙龈血液循环，解方其实很简单，改变你的刷牙方式。现代人每天都有刷牙，却还是普遍存在牙龈萎缩，多半出在方式错误。如果我们停止那些伤害牙龈的坏习惯，转而用正确温和的方法清洁牙龈，并按摩牙肉，是有机会让牙龈慢慢恢复健康，重新变厚实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改掉错误刷牙这件事儿，再配合简单的护龈方法，大部分人的牙龈萎缩都能有效预防，甚至改善。具体怎么做？第一步，选对牙刷，并温柔对待牙龈，选择软毛牙刷，刷毛细软才能降低对牙龈的刺激。很多人误以为硬毛才刷得干净，但硬刷毛像钢刷一样刮在牙龈上，很容易刮伤牙肉，还可能磨耗牙齿釉质。软毛刷配合正确技术，同样刷得干净，却不会伤害牙龈。刷牙时不要太用力，力度只需像拿笔写字那样轻松握着就够了。太大力反而把牙肉刷退，还可能刷出楔形缺损。第二步，掌握正确的刷牙角度和手法。牙医师推荐巴氏刷牙法，将牙刷斜45度对准牙龈边缘，让一部分刷毛轻轻伸进牙龈和牙齿交界的沟槽里，然后以小幅度颤动或画小圆圈的方式刷牙。每次刷一小段，慢慢挪到下一段，确保每颗牙的牙龈边缘都被细致清洁到。这种方法能有效去除龈沟内的牙菌斑，又不会伤害牙龈。相反，像锯木头那样横向来回拉刷，大部分刷毛压在牙龈上，既刷不干净，又容易把牙肉拉开受伤。刚开始练习可能有点费力，但熟能生巧，3分钟左右就能刷完整口，牙龈会舒服很多。第三步，每次刷完牙别忘了按摩牙龈。很多人只顾刷牙齿，牙肉反而没被照顾到。每天刷完牙花半分钟左右，用软毛牙刷在牙龈上画小圈，轻刷或者用干净的手指轻轻按揉。按摩重点是轻柔，像给牙肉瘙痒，不是大力搓揉。透过按摩可以促进牙龈血液循环，带来更多氧气和养分，有助于牙周组织的修复与再生。就像植物的土壤需要松土透气，我们的牙龈也需要适度刺激来维持活力。有研究指出，每天适度的牙龈按摩能增加局部组织的血流量，让牙龈更紧实健康。这个软毛刷清洁加按摩的方法，一方面彻底清除了藏在牙龈边缘的细菌污垢，消除了牙龈萎缩的主要诱因；另一方面又温和刺激牙肉，帮助它恢复生机。许多患者按这个方法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惊喜地发现牙龈状况明显改善，原本容易出血的牙龈变得结实有弹性，颜色从红肿变回健康的粉红色，有些轻度萎缩的牙肉甚至长回来一些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牙根大片暴露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深度牙周病的严重萎缩可以单靠在家刷刷按摩就逆转，但至少在初期和中度阶段，这个方法确实能让牙龈部分再生或恢复健康，阻止萎缩继续恶化。除了刷牙和按摩，日常生活中还有几个关键习惯能帮助牙龈维持健康，真正告别牙周病。第一，每天使用牙线或牙尖刷清洁牙缝。普通牙刷无法刷到牙齿相邻的侧面，牙缝里的菌斑常常被忽略，
如果放任累积，就会形成牙结石，引发牙周发炎。养成每天睡前用牙线剔除牙缝脏东西的习惯，可以大大降低牙周病风险。刚开始用牙线的人可能会发现牙龈有点出血，那往往是已经有轻微发炎了，持续使用几天出血就会减少。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出血就停用。正确使用牙线不会让牙缝变大，只会让牙龈更健康紧实。市面上也有水牙线、冲牙机等辅助工具，对于矫正或牙周患者也很有帮助。第二，定期洗牙。就算我们再努力刷牙，还是难免有死角留下牙垢，时间久了会钙化成牙结石，牢牢贴在牙根表面。建议大家每半年到1年去牙科检查清洁一次，让医生帮你把牙结石和深层菌斑清干净。很多人误以为洗牙会让牙缝变大，牙齿变敏感，其实真相是那原本就被牙结石撑着，牙龈被发炎肿胀着。洗干净后，牙龈消肿恢复正常，紧贴牙面，反而感觉缝变大了。但长远看，定期洗牙会让牙龈保持健康紧实，远离严重牙周病。第三，调整生活习惯，加强营养。戒烟对牙龈健康非常重要，一旦戒烟，牙龈的血循环会明显改善。均衡饮食提供牙龈修复所需的养分。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合成很重要，缺乏时牙龈会脆弱出血。多吃新鲜蔬果，比如奇异果、橘子、芭乐、甜椒等富含维 C 的食物。欧米伽负3脂肪酸有抗发炎作用，适量摄取深海鱼、亚麻仁籽等有助减缓牙周慢性发炎。绿茶、红茶含多酚，可以抑制口腔细菌，但注意不要加糖。足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D 对牙齿和骨骼健康也有帮助。多晒太阳，摄取乳制品、深绿色蔬菜。还有一点容易忽略，管理慢性疾病。若有糖尿病等问题，一定要控制好血糖，因为糖尿病会让牙周病更难控制，愈合更慢。全身健康稳定，牙龈才有更好的条件痊愈。如果你已经出现较明显的牙龈退缩，甚至牙周病相当严重，该怎么办？首先，不要灰心，任何时候改善都不嫌晚。针对严重牙周问题，需要请牙周专科医师介入治疗。医生可能会为你进行深度洗牙和牙根整平术，把牙龈下方附着的牙结石彻底刮干净，让发炎感染受控。经过专业治疗后，再加上你自己认真维护清洁，发炎消退后，有些牙龈组织也能稍稍恢复，至少红肿会减轻，萎缩速度会大大放慢。如果牙周破坏已经很严重，露出的牙根太多，现代牙科也有一些办法可以修补牙龈，比如做牙龈移植手术，俗称补牙肉，由牙周医师取一小片自己上颚的齿龈组织，移植到牙根暴露处，让牙肉重新覆盖住部分牙根。这种手术可以修复局部美观，减少敏感，不过属于侵入性治疗，费用也不低。还有一些新技术，如应用特殊蛋白或干细胞，促进牙周组织再生，以及牙周激光治疗等，但效果有限且条件严格。所以与其事后寻求昂贵复杂的医疗挽救，不如在日常就把功夫做到家，防患于未然。总结来说，牙龈萎缩并非不可抗拒的宿命，只要我们找对方法并持之以恒，多数人都可以把牙龈萎缩的速度降到最低，甚至部分逆转早期的退缩。回顾一下这位名医揭示的简单一招，停止错误刷牙，用软毛牙刷轻柔的清洁并按摩牙龈。这看似平凡的改变，其实威力巨大。许多人亲身实践后，都见证了牙龈健康的改善。或许刚开始改变习惯有点难，比如练习新的刷牙方式，每天多花几分钟保养牙龈。但想到这些努力能挽救你的牙龈，保住你的真牙，让你晚年不用受牙周病之苦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想象一下，若干年后，当别的同龄人已经为假牙烦恼时，你却依然拥有结实的牙龈和稳固的牙齿，开心地享受美食，这将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儿！现在你就能为自己的将来做出这个改变。从今天开始，选一把软毛牙刷，好好练习正确的刷牙角度，不再野蛮对待你的牙龈儿。每晚耐心地用牙线清洁每个牙缝，不给牙周病留机会。刷完牙别急着结束，记得温柔地按摩牙肉，让它保持活力。也许几周后，你就会发现牙龈出血消失了，口气变清新了，
甚至照镜子时觉得牙根没以前露的那么多了。那些都是牙龈在慢慢恢复健康的信号。当然，别忘了配合定期的牙科检查清洁，确保口腔保持在良好状态。最终你会发现，牙龈萎缩不再是困扰，你成功的捍卫了自己的牙龈堡垒，告别牙周病。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药物或昂贵的疗程，正确的观念加上每天一点点细心，就是最强大的秘诀。记住，那简单一招，温柔洁牙，按摩护龈，就是你对抗牙龈萎缩的制胜关键。从现在开始实践吧，给你的牙肉一个长回来的机会。未来你一定会为此感谢现在努力护龈的自己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健康干货，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